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老朋友翟老师。今天咱们来聊聊 VR 一体机必玩的 VR 游戏《超能军团 Hyper Dash》。这其实是一款21年就上架的老游戏了，原本在 Pico 市场需要付费88人民币购买的，但就在前不久4月份正式宣布改为免费游玩。鉴于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不太关注老游戏的状况更新，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再给大家强力推荐一下。超能军团是一款机动性超强的快节奏在线多人 VR 射击游戏。游戏的特点在于巧妙地结合了不同的 VR 游戏移动机制，尤其是通过主打跳跃传送的方式，完全改变了一款射击游戏在 VR 里的感觉。再加上还添加与地图路线紧密贴合的高速轨道扩充的地形的广度，游戏体验上非常的别具一格，既能让 VR 新手远离运动症的困扰，又能快速的进入到游戏多种模式中进行动态激烈的竞技对抗。可以说，超能军团在作为一款付费的应用时，就已经是你必须要打卡体验的游戏。现在免费了之后，更是物超所值。重要的是，背后游戏公司 Chunk Factory 并没有因为变成免费模式而对游戏的更新有所怠慢。就在今天，他们又宣布了会即将更新一个新的地图。因为我此前一直在担心 Pico 平台是不是会缺少惊艳的免费游戏来让用户眼前一亮，而超能军团显然就是最好的答案。有着近未来写实科幻风格的图形画面，又能用混合移动机制颠覆传统 VR 射击游戏的体验，同时还是免费畅玩的多人联机游戏。一个优秀的免费多人游戏，往往能在用户体验初期带来非常好的印象，尤其是对那些尝鲜的 VR 新手玩家来说，可以迅速的感受 VR 游戏社交的乐趣，不会因为现实中找不到玩伴而感到使用 VR 的孤单。不过，超能军团的这个中文译名，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很到位，因为它隐去了原英文游戏名 Hyper Dash 最重要的一个词 Dash， 但恰恰 Dash 也就是冲刺的意思，它是整个超能军团最具游戏性的地方。就是通常情况下 VR 游戏里的移动方式设计里，平移和传送是只能2选1，即便同时存在，它们也是割裂的。割裂的意思是指VR 玩家在切换两者移动机制时会存在明显的停顿，操作上是无法达到协调的。但超能军团很有想法的把传送方式设置成了一种类似于裂空那样的闪现技能，因此当你按下 VR 手柄的 B 键，就不再只是单一的为了在虚拟世界里移动，而是带有主动性的战术操作，并同时兼具攻击和防守的功用。尤其是在游戏中，你跟对手在激烈对枪时，快速绕着对方在那闪现移动，就可以瞬间躲避对方的子弹，以及绕到他的侧方或者身后实现击杀。当然，对方也有可能比你更加的机敏，反应速率决定了生死一瞬间。所以，熟练的运用好这个闪现传送机制，是在超能军团里成为高玩的关键。起初我以为这种闪现冲刺会在第三视角看起来很混乱，但游戏开发团队处理得很完美，无论是角色的残影还是闪现的轨迹弧度，都在视觉上表现得清晰明目。如果你是跳到游戏地图里的轨道上，就能顺着轨道方向高速移动，突袭对方阵营的复活点。当然，你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跳上或跳下，改变自己的方向来干扰对手的射击。所以你在超能军团里会感觉射击的设定并没有走逼真模拟的路线。默认左右分工的手持双枪的模式下，很多时候射击只是靠大致感觉，不像其他 VR 射击游戏需要那么精细的瞄准，有没有明显的后坐力和手感感知。这主要是因为高动态的移动机制和快节奏的玩法决定了射击时的趣味属性，但这并不代表作为5对5的团队竞技射击游戏不需要高度配合的战术。超能军团包含统治、死亡竞赛、占领、消除等多种丰富的竞技模式，多达15张游戏地图，每位玩家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模式来进行竞技，不同模式下带来的游戏体验也会不同。在其他 VR 射击游戏里，你很容易被人在远处爆头了都不知道对方在哪，这种怀疑对方是不是开挂了的尴尬时刻很少会在超能军团里发生。也许你可能操作还不够精进，但至少你肯定还是有相当充分的游戏参与感的。游戏提供了8种不同的武器类型供 VR 玩家选择，比如说有手枪、冲锋枪、爆裂步枪、盾牌等等。每种武器可以在地图里的生成点获取，一些武器具有一定的物理特性，可以允许子弹从任何物体上反弹，而且你的左右双手都能持枪，因此可以进行不同的武器搭配，加强自己的火力组合。当然不得不提一下游戏的画面表现啊，超能军团即便是21年初发售的游戏，但画质依然是出彩的。机器人形象的虚拟角色很清晰，近距离观察也有着不错的动态，即便是简单色彩的墙面纹理和材质，地图也依然充满着未来主义设计感。每当你进入新的竞技场地图，都会很轻易的被一些伪装的反射和明亮的照明效果所吸引。另外，就在运动轨迹和武器射击都是充满彩色特效的情况下，它依然有极其稳定的帧率表现，而且这是在满足红蓝双方队伍10人在场的情况下的。
你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掉帧的情况。对于 Pico 4的用户来说，国服服务器就在上海，也不会有什么网络延迟。那最后做一下总结的话，就是超能军团虽然现在是免费的，但它毕竟是一款在2020年就发布了游戏测试版并逐渐完善的游戏，这意味着实际上它的游戏完成度相当高，从玩法、游戏性到画质性能表现都非常的成熟。我找不到大家不去玩它的理由，所以大家赶紧去把它添加进游戏库吧，相信我是绝对值得的。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罗定 VR 小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